大家好，我是阿丽。黑豆被称为豆中之王，常吃黑豆会给我们身体带来很多的好处。今天就给大家分享个黑豆的养生吃法。首先准备200克黑豆，倒入适量的清水，给它清洗一下，然后把清洗黑豆的水倒出来，再倒入适量的清水没过黑豆，给它浸泡2个小时左右。另准备一个碗，倒入200克黑米，倒入适量的清水，给它清洗一下，再把清洗黑米的水倒出来，再倒入适量的清水没过黑米，给它浸泡2个小时以上。再另准备一个碗，倒入1把黑芝麻，再倒入适量的清水，给它清洗干净，再把黑芝麻控水捞出，给它控干水分备用。清水中放入1把红枣，给它清洗干净，然后控水捞出，然后把红枣用剪刀剪成小块，再把枣核去掉。剪好后装入盘中备用。我们的黑豆已泡得差不多了，体积已经变大很多，然后给它控水捞出。锅中不用放油，不用放水，把黑豆放入锅中，开大火把水分炒干。水分炒干后转中小火慢慢翻炒，给它翻炒成金黄色。翻炒至变色，并且能听到嗒嗒嗒的声音，说明就熟了。我们可以尝一个看看，吃起来焦香酥脆就可以了。把它盛出来装入盘中。我们的黑米泡得差不多了，已经变得胖乎乎的，然后给它控水捞出，再放入锅中，开大火把水分炒干。水分炒干后转中小火慢慢翻炒，给它翻炒成金黄色，翻炒成这个样子就可以。再把它盛出来装入盘中备用。再把控干水分的黑芝麻倒入锅中，把黑芝麻炒香，炒香后再把黑芝麻倒入黑米的盘中，再把红枣放入锅中，开小火慢慢翻炒，把红枣的水分炒干，翻炒成这个样子就可以。把它倒入料理机中，把放凉的黑豆也加进来，给它打成黑豆粉，尽量打得细腻一些。再把打好的黑豆粉装入盘中备用，然后把黑米和黑芝麻也倒入料理机中，给它打成黑米粉。打好后装入盘中，另起一锅不用放油，放入150毫升的清水，加入100克冰糖，开大火烧开，用铲子搅拌一下，搅拌至冰糖融化。这个过程要不停地搅拌，开始会出现这种大泡泡，再继续开大火熬，直到出现这种密集的气泡。倒入黑豆粉和红枣粉，把黑米粉和黑芝麻粉一加进来，给它翻炒均匀。炒匀后加入100克蜂蜜，再继续给它翻炒均匀。翻炒均匀后，用手抓一把面糊看看，如果能攥成团就可以了。然后抓一小把面团，用手捏一捏，再给它搓成小圆球，和鸡蛋黄一样大小的小圆球就可以。把它装入盘中。非常好吃的黑豆丸子就这样做好了。这样做的黑豆丸子吃起来香甜可口，每天早上吃上2个，非常的养生，睡眠好了，头发也黑了。一次吃不完的，把它装进保鲜盒里，放冰箱冷藏保存，放上1个月都不坏。做法也是非常的简单，喜欢的朋友就赶快收藏起来吧，谢谢您的支持。大家好，我是阿丽。黑芝麻含有丰富的营养成分，常吃黑芝麻对身体好处多多。
今天给大家分享个黑芝麻的养生吃法。首先准备200克黑芝麻，倒入适量的清水，给它清洗一下，把表面的灰尘清洗干净。洗净后，把它倒入漏勺中控干水分。锅中不用放油，不用放水，把黑芝麻放入锅中，开大火翻炒，把黑芝麻的水分炒干。黑芝麻的水分炒干后，转中小火继续翻炒。翻炒至黑芝麻变色，并且能听到嗒嗒嗒的声音，说明就熟了。黑芝麻很容易熟，不宜炒太久。然后把它盛出来，装入盘中。准备2个鸡蛋，将它打入黑芝麻的盘中，再全部倒入榨汁机中。再用200毫升的温水，给它打成黑芝麻糊。将打好的黑芝麻糊倒入大一点的碗中，加入4克酵母，加20克白糖，促进酵母发酵。喜欢吃甜的可以多放一点，给它搅拌均匀，搅拌至酵母溶解。然后加入300克普通面粉，继续搅拌均匀。搅拌成这种面絮状，再下手揉成光滑的面团。揉成这种软硬适中的光滑面团，再盖上保鲜膜，发酵至原来的2倍大。像这样，我们的面就已经发酵好了，体积已经变大很多，戳个手指下去不回缩。面板上撒一些干面粉，把面团放到面板上，好好揉一揉，拍拍气，再给它搓成长条。然后分成大小均匀的小面剂，每个面剂大约是50克左右。然后把每个面剂揉一揉，由外向内揉，给它揉成一个光滑的面团。像这种圆溜溜的小面团就可以。再放到面板上，用手轻轻按扁，给它按成一个小饼的形状，然后再用手捏成一个中间厚、边缘薄的面片，像这样就可以。再放入1勺红糖，然后装入壶口，给它收拢，封口处给它捏紧实了，防止漏线。再放到面板上整理一下，像这样一个生坯就做好了。全部做好后，把它放入铺好硅胶垫的蒸屉中。冷水上锅蒸，盖上盖子，2次发酵10分钟。时间到，我们打开盖子看看，体积已经变大很多。再盖上盖子，开大火蒸25分钟。关火焖5分钟后再打开盖子，哇，好香啊，浓浓的黑芝麻香味儿。我们取一个看看，底部一点也不粘连，还没露馅，然后把它装入盘中。非常好吃的黑芝麻红糖包子就这样做好了。这样做的包子非常的松软香甜。我们掰开一个看看，里面满满都是红糖馅。这样做的黑芝麻红糖包子，大人和孩子都非常喜欢吃，常吃睡眠好了，头发也黑了，做法也是非常的简单。喜欢的朋友就赶快收藏起来吧，谢谢您的支持。